此地不宜久留，换个地方说话。走。殿下，我在甘胜府中探听到消息，他们要设局活捉千崖公子。知道了，辛苦了。你在那里处境危险，一定要小心。殿下有恩于我，能为殿下做事，我愿肝脑涂地。公子，给你送信的并非书生，而是甘胜。他之所以设下此局，是想困住你，让你为他所用，所以我才必须在你去经过他的必经之路上拦住你。众所周知，殿下和甘将军的关系非比寻常。既如此，为何还要坏他的好事，帮我脱困呢？若非我之前以书商为饵，你也不至于暴露行踪，惹来祸端。此事因我而起，理应由我负责。如果这件事情让甘将军知道的话，会牵扯到殿下吗？你倒是很关心我跟他的关系。那假如我因此受到牵连，公子会帮我吗？殿下如果和甘将军发生冲突，我定会帮你，就当还了今天这个人情。不过，我倒希望你好好活着，自由自在的活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北疆5年，冰刀霜剑，我就是靠他熬过来的。只是因为檄文鼓励了你，如何能谈得上救命恩人之称呢？这就是大晋的长公主，瞧瞧这脸蛋，这小腰，你们喜欢吗？哎，辉哥来！一个不在乎自己生死的人，怎么会怕你？不过就算是死，我也一定要拽你一起。公主又如何？还不是我们的战利品。瞧瞧，他发了。大壮鬼故事，对，活着，我要活着。那时，我早已有了4肢，只不过在等一个机会。如果不是当初听到那段戏文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，就是一缕亡魂了。你为了复仇，杀了我老师。他难道不该死吗？本宫在北疆这5年受尽折磨，若非靠着一口恨意支撑到现在，这一切都跟他刘真脱不了干系。偏恋，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你？所以，怎么不算救命恩人呢？无论如何，
感谢殿下今日对我出手相助，这番好意我记住了。你刚刚说欠我一个人情，你可别忘了。劳您费心了。公子今晚的计划被长公主破坏，这是要想着明日再和甘将军相见吧？既想好退路，公子为何还忧思不定？谋略已定，人心难猜啊。公子今日在教老衲下棋时曾说：“入局者迷，唯有跳出局中，方知全貌。”也许判断一个人时，也同样适用。想见青崖公子一面，当真是不易啊。将军昨夜受累了，请。公子这是何意啊？昨夜酒楼外围了许多精兵，好一场天罗地网。敢问将军，究竟是把我当成客人，还是逃犯啊？这么说，公子去了？只是看到将军待我的方式，又改主意了。手下的人擅作主张，本想护公子周全，没成想，反倒让公子误会我了。哦，那这院内被将军替换的人，也都是来保护我的吗？正是，青崖公子是我最看重的人，您的安全自然是第一位的。想必将军在朝中也是这般行事，即便这皇城已经是将军的掌中之物，可将军仍然困扰，偏偏这些文臣的心却宁死不屈啊！公子果然是卧龙凤雏之才，居陋室而观天下，令人佩服啊！看到将军这副模样，我便已知晓，这军饷改革之事，为何迟迟不肯推行呢？求公子赐教。世间之事，易书不易读。朝中文臣不过一些酸腐书生罢了，反对的声音再大，又有何妨？最重要的是撬动世家。要想获利，必先让利。好，不愧是青崖公子，公子可愿留下为我出谋划策？你我共创一番伟业。公子想要什么，随便提。我想要的，也只有将军能给。
才公主府送来的。没想到殿下说的人情，是让在下陪着买东西啊。不行吗？青崖公子的人情可不能浪费。正好我要买一幅画作为礼物，你精通于此，能帮我当参谋，而且在老周这里买也算给他赔罪了。礼物？殿下是要送给何人？我母妃。准确说来，这是一份祭礼。我母妃生前最爱此画，为了一幅佳作，常常能彻夜不眠，费尽千辛万苦只为一观。那年，我曾许诺母妃，要在她生辰时送她一幅全京城最好的画。可母妃生辰在春日，冬日飞雪之时，我便已离去，终究是没有赶上。后来母妃过世，那些字画也都不知所踪。若母妃泉下有知，自己心爱的宝贝被如此糟践，定会不忍。我那时在边外，莫说护着那些字画，就连自己都护不住。或许没那么糟糕了。也许太妃在京城中有旧相识，早已帮她安排好了遗物。是吗？虽是安慰，但多谢了。我对母妃有愧，也想着趁着祭礼一做弥补。你说哪一幅画最好？那一幅吧，虽寥寥几笔，却以大墨绘出花盛开，细雨霏霏梨花白，看似如若，却在春寒中最先盛开。巧了，母妃生前最爱的便是梨花。我想，母妃一定会喜欢。多谢公子。殿下不必客气。小女，拿命来！刘皇后，小女，你不得好死！你倒是个好父亲，为了救自己的女儿，竟然什么活都接。你怎么知道？行刺本宫，或可解燃眉之急。可若你死了，谁来守护你的女儿？你以为本宫真的会放了她？小别姐，你这个魔鬼！你为何如此厌恶本宫？说来听听。你回来后，便和甘胜勾结，搅得朝堂不得安宁，百姓都怕你们。小平你根本不配做大晋的长公主。杀了你，就是为民除害，我不后悔。你对本宫恨之入骨啊！看来只能……殿下，放了你。为什么？你讨厌本宫，本宫偏要你欠我一条命。
记住了，从今往后，本宫就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小平你行了，让他走吧，碍眼。走。你的伤口需要处理，我这里有药。得罪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只是演戏给你看，等到你看不见的时候，再把他给杀了？你会吗？公子果然也是这样想我。毕竟，这世上的人都是这么想的，也实属正常。听殿下的意思，难道说殿下此举另有隐情吗？你是指放了那人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她只是一枚最不起眼的棋子，我萧平宁也不屑为难。况且，稚子无辜，又何必牵连？那10年后昭儿就不无辜吗？不过公子，既然你从心里认为我就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那方才我有危险时，你又为何挺身相救？事出境迁，救人乃是本能。即便是阿猫阿狗，我也一样会出手，更何况是活生生的人呢？公子这副心肠，不去那寺庙里当那活菩萨，当真是可惜了。今日还是多谢公子了，待我母妃祭礼，我会跟她提起你的。神明在上，惟愿庇佑老师一家早登其乐，往生净土。老师，我好像做错了一件事情，又或者1年前就做错了事。因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学生的檄文救了萧平宁，萧平宁却杀了你。学生一直都知道，人生的因果谁都逃不掉。
可是学生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报应居然落到了您的身上。如果必须要一命换一命，为什么死的人不能说谎？或许，这就是报应。报应我对他依然还有妄想。今日我又差点动摇，差一点就相信了他。可是他双手已经沾满了无辜人的鲜血。老师，是我对不起您。你放心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，守护您最在乎的大剑。微臣求见陛下，有要事商议。陛下身体不适，已经歇下，甘将军改日再来吧。陛下身体有恙，臣更应该探望。陛下刚患病，你便急不可耐入宫，让本宫连体面都没法做全。说是放你进去，又会让文臣抓住把柄。有什么事不能跟本宫商量吗？臣现在来，就是想问一问，今年南疆贡品已入宫，陛下觉得如何？将军意下如何？依臣之见，这贡品好是好，但南疆珍宝又岂止于此？奇珍异兽皆是俗物，南疆最宝贝的东西，自然是那千里沃野。殿下，您觉得呢？这便要看将军的本事了。若能让本宫一见，那自然是好。殿下，你心中有怨，臣可以理解。但方才甘圣所言，分明是要攻打南疆。一旦燃起战火，便是覆水难收。这对殿下而言，又有何好处？理解，李元泽，你也配？本宫就是要让所有人都尝一尝本宫5年前受过的苦。再说了，能给李大人添堵，本宫何乐而不为呢？这味道，
李大人，你怎么了？回殿下，朕无碍。既然陛下已经睡下了，那臣先告退了。王姐，你刚刚为何那样同他说话？明明并非真心，却偏要恶语伤人。大人的事，小孩别管。皇姐，朕不是小孩子。那既如此，本宫问你，刚才可听出干胜话中的深意了？这有何难？干胜狼子野心，寓意进犯南疆，扩大版图。一旦两国交战，军费增多，他的威望自然也就水涨船高。到那时，他便可坐收渔利。干胜自私贪婪，但有一点，他未曾说错。是吗？千里沃野，万里河山，如此珍宝，难道陛下不动心吗？为君者，岂能无野心？但朕不愿做汉武帝，只愿效仿文景。为何？战火燃起，或可开疆扩土，成就一番伟业。但是百姓会因此蒙难，与民生无益。帝王的千秋功绩，既在远处，更在近处。史书上的辉煌一笔，哪比得过灯火万家？能给李大人添堵，本宫何乐而不为呢？这是公主府秘制的凝血膏，以苏木入药气味独特，京城之内绝无他人知晓配方。我只在那一日给青崖公子用过。他身上怎么会有？倘若你真的是他，将军，府里最近有个小厮行踪诡异，私自出府，是否要抓来审问？不用，让他出去，好好看看这个会打洞的老鼠究竟是谁家的。是。难道他在试探我的伤口？公子今日似乎有些心神不宁啊。法师慧眼，公主或已起疑心，若有朝一日，青崖公子的身份被他知晓，还望您能出手相助。老衲早就说过，愿为公子所用。公子可识得此物？这是？打开看看。
风息堂。此物生于东海，老师在世时，每隔一段时日，便会委托游商去寻找。这儿自幼便患有喘气，需以风息堂入药，随身携带。只是他再也用不上。前些日子，莲华院收到一大笔捐款，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老衲寻得这风息藤。何人？长公主萧平宁。萧平宁。